前阵子有间庙在进香的过程中，因为放鞭炮争议导致各家阵头打了起来，甚至还有人偷开警车想要撞人，这个听起来都很夸张哦。但许多台湾人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都觉得公庙不意外啦。为什么台湾的公庙活动总是这么的血气方刚，而且好像还有很多黑道人士混在里面呢？今天让我们透过我们会员票选出来的题目来聊聊台湾的公庙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哦。大家应该都知道，知名的黑道大佬严清标是大甲镇澜宫基金会的董事长，而且除了镇澜宫之外呢，也常常会有新闻报道说公庙有跟黑道人士勾结，或者是庙的郡头本身呢就是黑道聚集地的消息。而这些例子呢，都让大家好像觉得说，台湾的公庙好像都很黑，甚至有公庙等于黑道洗钱管道的印象。但这些印象是真的吗？今天我们就是要一起来看看黑道是不是真的有介入公庙，公庙真的是洗钱天堂吗？只不过在开始之前，还是要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2022进入下半年暑假只剩下一点点，你今年呢有为自己学习新技能吗 ？YouTuber 的36堂课与工薪剪辑术8月热烈加开85折合购优惠，在今年结束前，在 YouTube 上传第一支自己剪的影片吧。这2堂课呢是由我跟阿滴从100万订阅磨练出来的实战秘技，从零教你如何开设频道，找到适合的经营方式，最后获得收入，以及怎么规划剪辑出让人想要看完的影片。课程呢更获得18000位学员4.9颗星的好评推荐。现在就点击下方的链接，踏出成为 YouTuber 的第一步吧。首先我们要来看到的就是几个黑道介入公庙的经典案例。大家第一个会想到的一定就是现在由严清标担任董事长的大甲镇澜宫。严清标从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赫赫有名的黑道人物，还曾经涉入过多起有关强盗、诈欺或杀人未遂的案件。但这样的他呢，却已经担任大甲镇澜宫的董事长长达23年的时间了。许多人都猜测严清标能够在黑白两道吃得这么开，出手这么阔，应该跟大甲镇澜宫每年丰厚的香油钱脱不了关系。有人估计镇澜宫每年的香油钱应该可以进账近1亿元，但庙方每年向政府申报的财产却40年如一日，都是29163万4678元，连尾数都一模一样。那除了账目神秘之外呢，每年大甲妈祖绕境的时候，也常常会出现许多的暴力冲突。许多人呢都认为这就是黑道介入公庙的结果。而且除了大甲镇澜宫之外，艋舺青山宫的这个绕境活动也曾经出现枪杀事件。永和有间300多年的土地公庙也传出有帮派分子介入管理委员会，把持庙务、控制财务的状况。而著名的北港朝天宫的董事长也曾经有在道上玩过的经历。而近几年呢，也曾经跟有黑道背景的统促党来往密切。这些案例似乎都证实了台湾的公庙文化跟黑道很有关系。但这样的状况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呢？为什么台湾的公庙会跟黑道的关系这么密切，一直都是很多人有兴趣的问题。我们找了一些报道跟研究之后，发现坊间大概有3种说法。第一种是跟庙宇一直以来在地方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有关。根据历史学者的研究来看，从清代开始，庙在台湾除了是信仰中心之外，也是村庄这个公共领域的核心。所以村民们无论是娱乐、瞧事情、找人主持公道，或是想要组织防卫村庄的武力，常常都会透过庙来进行。而庙方自己也必须依赖地方上的势力，才有办法帮村民瞧事情或者组织武装团练。也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台湾的庙呢，常常会跟地方的关系非常密切，也需要负担很多宗教以外的功能，这就让他们跟地方角头总是密不可分。但或许有人会认为，刚刚说的是以前的状况啊，现在的庙已经不需要帮地方社会做那么多事情了，为什么好像还是跟黑道勾勾底呢？这就要来看看呢第2种说法了，那也是许多人认为这或许也跟庙要能够运作的结构有关。大部分的人在看庙的时候，常常会把所有跟庙有关的东西都看成是一个整体，但实际上庙在运作的时候呢，常常是有很多不同的团体一起合作，在结构上也可以分成不同的层级。而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们这一次把让庙能够顺利运作的结构分成4个层级，分别是庙、
外围组织、信徒以及地方社会。首先，最核心的就是可以决定有关庙一切事务的核心行政组织，通常会是各庙宇的管理委员会或是董监事会。庙的一切大小事务，包含经费的管理，都要经过他们的决策。但是在办大活动，例如绕境啊，或是庙会的时候，不可能只靠庙本身的管理委员会就把活动办起来，还需要很多地方上面的外围组织的合作。像是庙会时出了阵头啊，乐队通常会有配合的宣社或者是会馆来出。那不少宣社跟会馆的背后呢，都有地方角头的势力在支持。再来，能够让庙宇持续存活下来的关键，还有信徒的捐款跟香油钱。那每间庙在选管理委员会的时候，也通常会从信徒来选。只不过要被庙宇认定成有选举权的信徒，通常都有地域性限制。以大甲镇澜宫来说，就一定要是住在这个大甲五山庄的人，才有资格被选为大甲镇澜宫的董监事。也就是说，就算到了现在，庙宇的运作与服务对象也还是奠基在地方社会之上的。而且过去庙跟地方角头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也已经变成了支撑庙能够继续活下去的结构了。这就解答了为什么在现代的社会当中，明明庙的世俗功能已经减弱很多了，但庙却还是跟角头密不可分的原因。只不过除了刚刚的两种说法之外呢，还有人认为现在庙跟黑道的关系其实是更上一层楼的，这又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有许多人发现现在有很多黑道不只像刚刚说的跟庙的关系很密切，或在活动上面有合作关系而已，不少黑道已经是直接介入公庙的经营了。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首先是因为在现代的社会当中，一般人的生活其实已经渐渐跟庙宇脱节了。那当跟庙没有关联的人越来越多之后，地方跟庙宇的关系也会越来越远。那当一般人参与庙方事务的意愿越来越低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缺口，让有心人士能够趁机而入。举例来说，如果很多留下来的信徒都是跟地方势力有关的话，那他们很可能就会推选出自己人进入庙的管理委员会。那当这些地方势力直接介入庙方的经营之后，庙跟黑道的关系就更分不开了。但这些黑道介入庙宇的经营又有什么好处呢？对于黑道来说，介入公庙经营最大的好处有两个，一个是民生，一个是钱。我们前面有讲到，在以前政府对于地方的控制力很弱，所以在地方上面巧事情常常都得仰赖庙跟地方角头。但是到了现代公权力已经深入基层，法治也逐渐建立，要拥有政治权力的话，就必须要透过选举。也就是说，就算你原本就是地方上面很有势力啊跟人脉的角头，到了现代呢，还是得靠选举才有办法延续政治的势力。只不过现代的选民通常不会愿意把票投给单纯在混黑道的人，所以把自己包装成商人啊，或是公庙负责人，就变成了最简单的漂白方式。再加上在现代的法律里面，谁捐钱给庙，这些钱用去哪里都不需要很清楚的告诉政府，等于是想要洗钱的人，只要找间公庙，掌控他们的财源进出，就能够稳定的把黑钱以香油钱的名义漂白。很多人认为呢，这两点就是现在为什么有越来越多黑道会想要介入公庙经营的原因。而只有衍生出洗钱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其他国家有没有类似的状况，政府想要怎么解决问题等等讨论。但今天实在是讲不完所以呢，这些延伸的问题我们之后会做另外一集来讨论，那就麻烦大家拭目以待咯。今天的这一集呢，其实是我们的频道会员在1月的时候票选出来的许愿池题目，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研究准备之后才写出这一集所以真的很感谢会员们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有办法投入这么多的时间来准备议题。所以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或是有特别想要讨论的议题，都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每个月跟大家一起讨论票选有兴趣的主题。好的，那话说回来因为今天的主题牵涉的范围真的很广相关的研究很少，我们也只能够就现有的资料来整理跟讨论，因此一定还是会有很多没有讲到或是讲不好的地方。那如果观众有更深入的认识，也很欢迎留言补充给我们。那虽然今天的影片大多都在讨论公庙为什么跟黑道关系那么密切，但实际上呢，台湾的庙宇其实比 7-11 还要多。如果一间一间查的话呢，也可能会发现跟黑道势力无关的庙宇数量，或许比跟黑道势力有勾结的还要多。但这也只是我们的一个假设，在没有实际的研究出来之前呢，都没有办法有结论。只不过我们觉得，大家如果认为公庙与黑道勾结的问题有需要改善的话，民意其实也是很有用的工具。现在呢，有不少庙宇因为害怕民众观感不佳，所以会选择跟有黑道背景的阵头越走越远。因此，大家如果有自己喜欢或信仰的庙宇，或许也可以注意他们的财务如何处理，这可能也是很有用的监督力量那最后想问大家，如果你发现你办的庙是黑黑的，你会怎么做呢？不捐香油钱了，不想要把钱给黑道，并督促这个庙方提供财务报表。黑道呢可以是信徒，但钱不能够乱拿，所以督促政府修法管理时代不同的黑道不应该
该跟宗教挂钩？第一，我们家不拜拜的依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宫庙真的都很黑吗？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迁都文化害惨台湾20年以及民俗大挑战。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